OK everyone， 欢迎收看影视小红帽，我是小白。这是佳能 EOS C70的评测。如果你只是想听结论，那么我的评价是 C70是今年最具诚意的业务机。参数很给力，有着 C300 Mark III 的 CMOS， 关注度呢也很高，表现呢也很抢眼。我带着它去了新疆的喀纳斯，深度的体验了一把16档宽容度的 DGO 双增益传感器的魅力。那关于 DGO 双增益传感器，我在之前 C300 Mark III 那期评测里有提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翻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样片。那这期节目，我想从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角度来评测 C70，也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想强调一点，在2020年成为业务机并非一件易事儿。这就好比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，它要满足几个元素：干活要有排面，前期要有速度，单兵团队都要能用，素材要有品质，散热要好。对，它有散热哦。后期还要快速出片，并且要满足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，这些 C70 都能满足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很多人第一眼看见它会有一种错觉认为它长得像5D 或者 R5，那事实上确实挺像。无论是正面造型或者是背面的转盘，都延续了单反的一些设计。然而，当它和5D 进行比较时，你就会发现它足足打了一圈。这个体积有着天然的优势，那就是排面。做商单，排面是最重要的。和微单比起来 ，C70 更加体面，也更容易拿到理想的报价。所以，无论是专题片、纪录片、宣传片、电视栏目、婚庆等等等等，都是它理想的使用环境。那 C70 机身有13个自定义快捷键，能快速开启波形、斑马条、峰值等功能，并且内置了5档 ND， 这在拍摄时能大大提高效率。同样，大红色的录制按钮也非常有颜值，它象征了摄影机的专属身份。而最令我喜欢的就是这块能触摸的翻转屏，这块屏幕给了我前所未有的体验。以前的 C 系列屏幕只能用来对焦，而这次佳能进行了优化，提供了非常高效实用的触摸体验，只需要点击左上角或者左下角就能激活调参功能，白平衡、光圈、快门、ISO 都能通过触摸完成。同样，点击左上角就能进行分辨率、升降格等快速切换，这真的是太香了！就你能想象吗？90%的拍摄功能都可以通过这块屏幕完成，不用再进入菜单一层层去寻找，这是我觉得最实用的功能。那同样，手柄的握带提供了非常好的拍摄体验，就是那种牢牢抓住的踏实感，在拍摄时会非常有安全感。不过呢，这个握带稍微有点偏硬，长时间手持会摩擦关节，导致有点疼。那么希望这一点能够优化改进。那另外 ，C70 把内存卡放到了握带的地方，官方推荐使用 V90 的卡。但是经过我的测试 ，V60 和 V30 能拍所有的格式，并没有限制和阉割，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良心的。但是 V30 会因为速度不够而停止记录，所以我的建议是高速卡还是必备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现在的高速卡普遍都特别贵，所以这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 HEVC 格式。HEVC 就是 H.265， 是一种新的视频压缩标准。视频文件呢更小，但是呢画质更好，这也意味着能节约存储空间。所以你的预算如果紧张，买128G 吃紧的话，拿64G 的卡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在 4K 120p 420比特的情况下，64G 显示能记录50多分钟的时间，而其他的微单 64G 只有20多分钟。所以很多人会好奇，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介绍 H.265 呢？因为 C70 这次刷新了我对 H.265 的看法哦。在我的认知中，目前而言 H.265 在后期是非常不友好的，但是不知道佳能这次用了什么样的黑魔法，我的16寸 MacBook Pro 和27寸 iMac 剪辑起来丝般顺滑，一点都不带卡的，而 R5 的 H.265 素材能把我卡哭。这一点我还是挺费解的，有谁知道的可以在公屏告诉我。
那此外呢 ，C70 拥有祖传的 XF-AVC 格式，码流呢非常高，这意味着画质也能狂拽炫酷炸掉天。那配上佳能祖传的色彩科学，会让肤色表现非常友好。我们甚至不用调色就可以快速出片，大大提升了后期的效率。那么另外 RF 卡口终于来到了 C 系列身上。这意味着更高素质的镜头能完完全全的喂饱 C70 的传感器，让我们更从容的获得优秀的画质，并且机身和镜头双重防抖的加持，即便200毫米的焦段也非常可用，这让手持拍摄的成功率大大提升了，这真的是太香了。然而 RF 镜头的价格实在是太感人了，有时候我总在扪心自问，穷究竟是谁的错？那对于声歌怪来说，这次 C70 有一个新的功能，那就是录制带声音的 4K 120帧。对，带声音，这是典型的一瓜两吃。我既能够当成声格来使用，也可以变成常速的素材，为创作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性。然后你冲着我啊！为什么 ？OK。不过使用 4K 120P 的时候，人脸识别就没了，这一点真的是挺遗憾的。因为 C70 虽然没有眼控对焦，但它的人脸识别还是非常强大的。我尝试各种方法把脸挡住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它都能够准确识别。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希望佳能能考虑一下升格时的人脸识别功能。那此外，如果要实现升格带声音这波操作，你至少要准备2张 SD 卡，卡1用来记录画面，卡2用来记录声音，才能够使用这个功能。当然，后期如何同步，我也替你测试了，视频和音频拥有相同的文件名，只需要放在一起对齐变速，然后就完美搞定。那此外，各位关注的续航我也进行了深度的测试，结论是电池很 nice。我去了新疆，经历了深秋到寒冬的洗礼，在零下大雪的环境中，一块 BP A30和一块 A60能拍摄整整1天。那回到酒店的时候 ，A60还有1半的电量，这让外出拍摄充满了信心。要知道，外出拍摄最麻烦的就是背一堆电池，然后半夜还要起床充电。那 C70 在这方面没有痛点，而电池的贵，可能是我的缺点。那当然，人无完人，机无完机。有一点我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机身紧凑的原因，这次 C70 的2个卡农口并不是全尺寸的，而是进行了转接。那从实战的角度来说，这年头内存卡都有人忘带，何况是转接线呢？那每一次外出整理设备，各种零碎的线材都会令我焦虑，那这一点算是一个遗憾吧。那另外 C70 没有 SDI 接口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遗憾。那同样我还有一个期待，佳能这次推出了全新的 RF 转 EF 镜头的 0.71 倍的转接环，这能让 C70 获得接近全画幅的像场，并且提升了1档光圈。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还没有进行测试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再向各位进行汇报。那总结一下，这台机器几乎没有痛点，或者说解决了市面上大部分的痛点，是实用主义的理想业务机型。那如果非要挑刺，那可能就是尚未公布的价格了。那国外的价格目前是$5000，参考汇率和关税，国内的价格大概率不会太低。而目前宏观上来看，上有 Komodo， 下有 S1H， 这些机器虽然对焦等性能不如 C70， 但是综合实力都还是挺不错的。所以价格怎样，我感觉就成为了 C70 成败的关键。那如果价格很香，那 C70 注定能红遍大江南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期节目很卖力，去了一趟新疆，很烧钱，我做的也很用心，所以拜托一键3连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全部动力。如果你有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